大家好，肖战自从227事件之后呢，可以说依然一步一个脚印。尽管当时舆论呢喧嚣尘上，但是肖战呢却不忘初心，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唱自己喜欢的歌，最终还是得到了央视的连续点名赞扬，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心态不好的话，估计早就退出娱乐圈了。这一次呢，再次空降央视舞台，再度呢获赞无数，可以说是小飞侠现在已经完全走出了困境。这次他演唱的《夜空最亮的星》被央视频官微呢直接点名说道，肖战的这首歌呢是给所有天下的老人平安祝福。看来肖战对于公益一直还是尽心尽力。而新闻晨报直接说到，肖战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真是太好听了。然后呢，也是祝愿天下父母重阳节快乐。其实肖战从未想过自己能有爆红的今天，当初入门娱乐圈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唱歌而已。而在《陈情令》之前，谁曾经关注过这个23岁才进入娱乐圈的小生呢？要知道，娱乐圈从不缺少俊男靓女，但是就是这样，肖战凭借着为无线角色红遍亚洲也不过分。去年和王一博更是组成最成功男 CP， 拿奖拿到手软，各大颁奖晚会或者典礼，要是没有王一博或者肖战，那就不是顶级规格。不过树大招风也是必然，而且他后面还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大树。王一博有湖南卫视力挺，所以并不会成为攻击对象。那么在娱乐圈除了红之外，别的一无所有的肖战就是最佳的攻击对象。况且他还抢了无数流量明星的风头，所以227事件既不突然也突然，因为他迟早会面对这样的风雨。好在小飞侠有他的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们喜欢他力挺他，并不是因为盲目崇拜，而是觉得他真的值得自己去追星。而且肖战无论在哪里从未有过耍大牌的行为，而且这次公益演出他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觉得自己能帮一把或者出一份力，所以他就是简单去做了。其实他做的很多公益的事，要是在过去的明星早就宣传的妇孺皆知了，但是他很少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这次官媒连续表扬也是对他公益的一个肯定。其实经历227风波也好，毕竟所有的大树都会经历一些风雨洗礼，那么现在的肖战就是如此，他坚韧有毅力，对于自己喜欢的事业从不放弃，被诋毁不去做过多的解释，只是向着自己的目标踏实前行。而这样的明星怎么能叫你不喜欢呢？他的新剧呢《斗罗大陆》也即将上映。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有关肖战粉丝的事情。肖战粉丝呢8万块钱修了一条路，没有水泥却充满了爱，这是值得的。8万块钱能干啥？在有钱人的眼里，可能是一次夜场的消费，又或许是一次网游的充值，但在普通人看来，可能是全年的收入。有句古话说得好，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1分钱可能会难倒英雄好汉。现如今想干点什么的前提，得有一定的资金支撑，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8万块钱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就是一组天文数字。他们靠山吃山，一辈子想要走出大山，但脚下的路却阻碍了他们走出去的进程。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国人永远不缺的是爱心，但与之相悖的却有一些难以揭露的人性丑恶。39天花费8.1万，全长2.7公里，修了一条没有水泥的路。肖战粉丝的善举呢，再次遭到嘲讽。有些话呢不吐不快。第一呢，是肖战引导粉丝做公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众多的公益中，有一条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为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觉西镇顶仙村大平组修了一条乡村毛细血管路。住在山里的人多么希望修一条路，小学生上学多希望不再步行，而是可以坐上3轮车、面包车，或者是骑自行车上学。这种小小的心愿充斥了多少山里人的心。好消息呢是肖战粉丝捐款8.1万，
为村民修了一条全长 2.7 公里的路，不仅解决了运输困难，也解决了小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公路竣工时呢，从乡亲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多么由衷的开心，并感谢肖战粉丝们的善行义举。这本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公益案例，可却偏偏又一次被黑子盯上。修的路竟然没有水泥，一句话戳痛了多少爱心人士和乡亲们的心。按照城市比较正规的道路施工标准，8.1万修一条 2.7 公里的路确实有困难，但这一条是山村毛细血管路，怎么解释呢？就是一条最基础的路，能解决正常通车。从施工现场可以看出，这条路也铺设了涵管，并且前期需要挖掘机挖掉许多的障碍物。如果铺上水泥，这点预算呢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大大的改善了道路条件。至少肉眼可见的是，道路宽了，路面平了，能行车了，这难道还不够吗？人们常说公益无大小，之所以有些话呢不吐不快，是因为那些对这条路吹毛求疵的人，对这条路可捐了1毛钱。当自己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时候，就没有资格去评判，更何况这条路是肖战粉丝的爱心一点一滴汇聚而成的。肖战的这条光点路竣工了，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得到了便利。虽然8万块钱修了一条没有水泥的路，但这条 2.7 公里的路实实在在的诠释了什么叫爱。更因为呢是肖战粉丝引领去做的这种爱，我觉得这份爱呢其实是值得去推崇的。除此之外呢，肖战的斗罗大陆的预告呢登上了10国的热搜，肖战原声惊艳。谁能想到肖战加王卷的组合能够跑赢这一轮古装预告片之战？10月27日晚呢，5部人气古装预告轮番发出。周冬雨、徐凯主演的《千年绝尘》，周冬雨古装造型不算惊艳；李易峰、陈钰琪主演的《镜双城》，李易峰胖了；赵丽颖和王一博合演的《有匪》的造型跟杨幂的造型撞了。倒是一直压箱底的《斗罗大陆》预告片1小时获赞141万，登上了10个国家的热搜榜，包括中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韩国、巴西等，其中还有2个第一，分别是缅甸和越南。而肖战、吴宣仪的原声更赢得不少好评。预告出来几分钟，唐家三少转发盖章了。这场古装之战最终胜负如何，自然是未知之数，但斗罗大陆至少小胜了这局。想要赢到最后，这部人气玄幻改编剧依然压力不小。从2018年开始，颇有高调登场的男频玄幻剧几乎全部失利收场。出动国剧王牌导演张黎的《舞动乾坤》豆瓣 5.0， 斗破苍穹豆瓣 5.2， 收视率都远不及预期，后者更是留下斗气画马的经典。进入2020年，男主幻觉的江夜2没能成功延续第一季的高口碑，王源、欧阳娜娜的大主宰豆瓣 4.9。 唯一一部突破男频扑街魔咒的是近年来无一败绩的人气王卷的作品《庆余年》，而《庆余年》一大成功原因是部魔改。这次再度操刀唐家三少经典的王卷，还能延续自己的男频剧不败神话吗？蓄势已久的肖战又能否凭借《陈情令》走红接下的好饼，打一场漂亮的仗？肖战的演技《斗罗大陆》整个制作和播出周期非常长，有多长？从2018年底开机到2019年7月杀青，到2020年10月底才官宣首支预告片。也就是说，这部剧定角是在肖战凭《陈情令》大红之前。选肖战大概率是因为他性价比比较高，以及符合原著人设。而《斗罗大陆》的胜败，第一当然要看肖战，这点从《斗罗大陆》近1年的更新预告就能看出。1个小时点赞141万，冲流量的大概率是肖战的粉丝为主，而同期数据优于有匪，虽远不足以定胜负，但已经足够证明肖战的人气依然强大。
肖战拍这部剧呢，正好是陈情令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和魏无羡时期差不太多，颜值呢当然在线，单凭颜值当然不足以演好唐三，要看演技。《斗罗大陆》改编自唐家三少同名小说，故事主要讲述了唐三自幼丧母，在6岁时觉醒武魂，被送入诺丁学院，并修炼至玉小刚为师，同时遇见了同为孤儿的小舞，后来跟随老师学习，结识戴沐白、奥斯卡等5个天才少年，组成史莱克七怪，最终站上武魂巅峰的故事。标准的男频文，唐三的成长贯穿始终。从《斗罗大陆》的预告片看，剧集很可能依然是男频剧常见的燃炸风，特效质量还算在线。尤其是唐三拿出来他的武魂蓝银草后，很多网友说这特效做的是那味儿。目前来看呢，原著粉最关注的魂环、魂兽都非常还原，8蛛魂骨、邪火凤凰、蓝银草都有呈现，看来在特效方面剧组还花了心思。当然，对特效的终极检验还要看对战双神、唐三战深海蓝鲸王等名场面的呈现。另一个亮点则是肖战采用原声出演，在剧中呢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花美男路线，近景镜头能够看到颗粒感的皮肤，但能不能演好唐三，还要看肖战是否找到了角色的感觉。唐三这个人物呢，刻画起来并不简单，他自幼放母与父亲相依为命，既有高冷的一面，也有心思细腻的一面，安静时仿佛待爆的活火山，爆发起来惊天动地。看预告片，肖战最后说的那句想杀他，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是很带劲，但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人，才是唐三在故事中不断成长的根本。肖战目前呢依然是薛定谔的演技，能否演好角色在于能否入戏，这正是他演魏无羡呢渐入佳境的原因。只有他相信这个人物，他才能演好，越相信越能演好。肖战能相信唐三这个人物呢，这大概是斗罗大陆胜负的一个关键点。但剧集要赢还有2大未知数，一是吴宣仪，二是导演杨振宇。好，今天的话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